岔路抉择的两端，难选择不知怎么办，轻易之间让心为难。一念之差，一心之间，人生路有不测变幻，黑白间的隔墙，要如何判断？一念之差，一心之间，对与错无绝对答案，尽快走出灰色阴暗，重新再活一段。拒绝这诱惑的迷幻，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朝着光一定不会迷惘，驱散心里的黑暗，举起不去的能量。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先生，你闯了红灯，请你下车给我你的驾照。Sir， 有急事赶时间，我才闯红灯的吗？不能再扣分了，再扣我的执照都被吊销了。既然知道执照会被吊销，就更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赶时间不是借口。麻烦你驾照。我驾照在车里，我去拿。不祥，你有没有钱？你可不可以先借我还债？我的积蓄也只有几千块，我全部拿出来也帮不了你。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先生，钱是不是你掉的？如果不是你的，我会拿去警局报失。是我的，是我的啊！谢谢，谢谢。麻烦你驾照。Sir， 抄一个牌能赚10千8万的咩？那么拼命。你闯了红灯，将被记12分，罚款200元。以后，请你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你的行为不只会影响自己的安全，还会危害其他公路使用者。还有，我想提醒你，钱不是万能的，有钱就好好收起来，别随便掉出来，要不然惹上官司就不好了。最可怕的是啊，阿龙把强水泼在你脸上，到时候你脸上的肉就不融下来了，像肉干一样。君姐，准备好了吗？轮到你出场了。陆姐。什么事啊？
哇，你今天戴的项链好好看哦，是吗？完全衬托出你高贵大方的气质。嘴巴这么甜，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啊？哇，你真的很厉害耶！其实是这样的，我最近有点倒霉，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所以我想跟你预支3个月的薪水。陆姐，我求你了，你帮我好不好？就这一次，就一次而已，好不好？不是我不帮你，不过我们这里有我们这里的规矩。如果我为你破了例，其他人还会守规矩吗？你也不想我难做吧？好好的唱，让很多顾客给你调花，那你很快就能赚到这笔钱了。哦，怎么办？给我一杯温水。Thank you。你今天唱得很好，是吗？这是什么啊？你干嘛给我这么多钱？我刚才跟露露聊天，听说你有点麻烦，可是我不能拿你的钱呢，我们刚认识不久。认识不久也可以当好朋友，不用跟我客气。你不问我是为什么要这笔钱吗？不需要，我相信你。这笔钱我收下了，不过呢，我会分期付款还给你的。不急，我不知道原来你跟陆姐的关系这么好啊。认识很多年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啊？陆姐之前说有人推荐我当歌星，你不要告诉我那个人是你啊！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是觉得你很有潜能，所以请露露姐给你个机会。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就那么简单。好吧，看在你这么真心的份上，你这个朋友我交了。等我放工一起吃宵夜 ，OK？ 不需要，不用客气。哎呀，一定要的啦！婆婆妈妈，等我啦。怎么今天这么早要去上班了？哇，我怕这个时间人多车也多，上不了巴士又叫不到德士就惨喽。不用这么赶，我载你去。你不用值班吗？哦，我一整年没拿过假，上司要我清掉年假，所以这个星期都不用做工。哇，这么好，你有1个星期的年假，那你为什么不跟朋友出去走走？我就是约了朋友，只是时间早了一点，就顺便送你去咯。反正有人怕被大龙骚扰，有我当你的护花使者，保证没有一个大龙敢靠近你。谢谢你哦，你人真好。不过你没有机会当英雄了，因为那些大龙不会再来了。为什么？我遇到了一个贵人，他借了一笔钱给我，所以我一次过把债都还清了。你还钱不是等于向那些吸血鬼妥协，让他们更猖狂？哎呦，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我只想要自己出入平安。那些坏人让你们警察去抓吧。你遇到什么贵人啊？这么大方肯帮你啊？他是我在调查厂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大老板，人好又大方。哎，我的贵人说来接我，贵小不用你站了，我自己走，拜拜。不是说要出去吗？干嘛又坐下了？去哪里？那，你说约了朋友的？哦，时间还没到啊。我知出名一世英名，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儿子？我和你妈把你生得这么英俊啊，该给你的你都有了，就是少给了个胆。明明喜欢人家又不敢说，不是没胆是什么？啊，你说喜欢那个以为自己很美的翁选美？哎呀，
我知书明的眼睛啊，一眼就看穿你啦。刚才说要顺便送人家，人家一不要，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我看上次要你请假那个也是骗他的，是你自己要当他的保镖。我为什么要请假？不用你管，也不用你假厉害。死爱面子，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你都不敢承认。喜欢人家就敢说嘛。傻妹啊，自己是看不出来的。我不喜欢翁选美，你不要胡说八道 ，understand？心怡，你证实患上的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简称 PTSD。那是因为经历过重大事故，造成心理创伤，却无法释怀，所以你会经常做噩梦，出现幻觉、情绪麻木等症状。这些是你不能控制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治疗，能够淡化事件带给你的冲击，减轻这些症状，让你慢慢恢复正常。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你这么忙还抽空来陪我喽。应该的。其实当初你劝我接受治疗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能克服它。没想到真的很不容易。你这个病一定可以痊愈，然后回警队正常工作。我也很想赶快回去工作。心怡啊，其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可以告诉我吗？我们 UNPKF 到当地执行任务时，跟一户人家租了房子。我跟房东的大女儿感情很好，她的名字叫阿米娜。当时她15岁。我记得有一次当地举行选举，人民造反，他们就用石头啊，还有一些自制武器攻击警察，还有维和部队的人员。那个时候我被石头打中了，是阿米娜帮我敷药的。阿米娜是个很善良的孩子，她很好学，所以在闲暇的时候我会教她英文，教她怎么用电脑。那她呢就会教我怎么样煮当地的美食。我们2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互动，所以感情越来越好。你把她当成你自己妹妹了吧？不过其实是她先把我当姐姐的。她一开始就一直叫我嘎嘎，嘎嘎，就是姐姐的意思。她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她觉得有我这样的一个姐姐，她心里很舒服。很开心，但是后来的悲剧，我完全没有办法阻止。
当地的恐怖组织知道阿米娜的一家人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一家人的戒心会少一些，所以就为了达到一些政治目的，利用他们。他们把阿米娜的妈妈、弟弟还有妹妹抓走，然后威胁阿米娜。阿米娜没有办法，她只好牺牲她自己，当个人肉炸弹。那些恐怖分子在阿米娜的身上绑了炸弹，要她去炸毁我们维和部队设立的医疗援助营帐。Don't move. Move back, move back, move back. Move back, move back, move back. Jangan bergerak. Hands up. On your knees. Jangan bergerak. Hands up. On your knees. Jangan bergerak. Move back. Move back. Jangan gerak. Move back. Amina. Go on your knees. 无法忘记他当时的眼神，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充满着无助，还有绝望。我知道他心地不坏的，他是因为被逼，所以他要这么做。他为了救他的家人，他要牺牲他自己。可是我是个警察，我是个维和部队的人员，但是我没有办法保护他。我觉得很愧疚啊。在那种地方，那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控制的，只能怪那些恐怖分子，一点人性都没有，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利用小孩子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爆炸后，我整个人跌到了谷底，我的心情很低落，我觉得人生无常，我心里开始有一种恐惧，我开始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我心爱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那种痛苦。我了解。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就在这里。其实我接受治疗后，也慢慢开始释怀了。我更加清楚心里面的感受。我觉得我要把握眼前的一切。姚佳，
我们结婚吧。怎么了？你觉得不好啊？当然不好啦。为什么不好啊？这种东西怎么可以让女孩子提出来的？一定是男的做主动的吗？那你开不开口啊？亲爱的廖心怡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 Mr. 唐耀嘉，做他的老婆？我愿意。耶！姐，我听爷爷说木头哥哥已经向你求婚，你已经答应了，是不是真的？哇！哎呦，这个木头哥哥也太小气了吧！戒指的钻石要放得那么近都看得到，你什么年代了？现在爱情不是用钻石的大小来衡量的。哎呦，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嘛。可是这次你们应该会结婚哦，不会像上一次突然间取消，我会当不成伴娘。哇，你什么意思啊你？乌鸦嘴啊！哎，你是不是不舍得姐姐嫁出去啊？还好咯。我讲，你跟木头哥哥经历了那么多，终于可以在一起，真的为你们看齐。谢谢你，我也相信木头哥哥，应该是木头姐夫，一定会对你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要是他敢欺负你，我和我的拳头也不会放过他。你的拳头这么小，对，姐不需要你保护。要是你啊，你应该找个男朋友。可以保护你的。姐，我知道你快要结婚了，可是我还很年轻 ，OK？ 你是很年轻，不过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就要好好把握，好好的交往。姐也希望你幸福。姐，你放心，不然我们打勾勾。干嘛？我们廖家两姐妹要一起幸福 ，yes， 一起幸福，我们幸福 forever。我男朋友来了。不好意思，这停车位是我准备停的，怎么突然间跑出来抢了我位置？哎，你还敢讲？你停车停这么久，真的是浪费我时间呢。哎，不会开车就不要开，回家了哈，回家，好，拜拜。他们真的很过分哎，抢了你的停车位还敢取笑你。对啊，哎，你有口红吗？这样做不太好吧？That's right, man。多写一点。在还没开始之前，有件事要宣布。我怀孕了，所以不能参与调查工作。这个案件会由药家来负责。
恭喜你啦！恭喜，Thank you。Sir 和 Ma'am， 你们都是英明神勇的警察，我猜你们的宝宝将来一定是警队的精英啊！哇，那不是警察世家了吗？虽然我现在只负责行政工作，我还是会盯着你们的。继续吧。死者杜学栋，33岁，他的职业是电脑工程师，是专门罪案处在调查的一起假信用卡欺诈案的嫌犯。本月17号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刚好到杜学栋的家调查，我发现死者临死前跟人发生过争执，而且有人收拾过，企图把一切还原。后来杜学栋的父母进来新加坡认尸的时候提到，杜学栋曾经打电话给他们说，他被人威胁，如果不听对方的话，生命将会危险。法医那边有新的发现。这是尸体在验尸后才出现的余痕。死者嘴巴的余痕显示，他生前被人这样捏着嘴；他手臂两处的余痕显示，他生前被人这样抓住。法医认为杜学栋有被灌药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案件会交给我们重新调查。是啊，可以说一说你在现场有发现什么新的疑点吗？我在客厅的柜子底下发现了一些玻璃碎片。摆放在柜子上的相框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我推测，杜学栋当天曾经跟2个人发生过争执，其中一人抓住杜学栋的双臂，杜学栋挣扎退后，碰撞到柜子，甩破了柜子上的相框。第2个人趁杜学栋被抓住，伸手用力捏开杜学栋的嘴巴，灌他服食大量的安眠药，然后把他扶到沙发上。接着清理现场，布置成自杀的假象。不过凶手百密一疏，还是在柜子底下留下了玻璃碎片。摔破相框和杜学栋被灌药，会不会是2次不同的争执？有这可能性。Sir， 这个杜学栋在假信用卡案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的调查显示，在餐馆柜台工作的人员把盗取来的信用卡资料交给一个叫阿威的人。阿威把资料交给杜学栋，让他复制到假信用卡里头，再将假信用卡交给从外国来的假旅客，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他们很有计划，分工又细致，背后肯定有集团在操纵。听起来杜学栋很有可能是被集团的人灭口。杜学栋一死，假信用卡案就断了线索，我不排除这是杀人的动机。杜学栋的邻居说，案发当天曾经看到一男一女进入他的家，只可惜看不清楚他的样子。他们有可能是假信用卡集团的成员。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叫阿威的人，我们会继续跟进，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要价。我们查到跟假信用卡案有关的资料，也会交给你们。好。我想再到杜学栋的家再看看。既然怀疑是谋杀，从新的角度来调查，或许有发现。散会。再推大力一点，要推到这个被子要倒。这个耳环应该是女孩子戴的。我们之前一直觉得是凶手把杜学栋推到柜子上。如果我们换个方向来思考，凶手跟杜学栋发生争执的过程当中，是杜学栋把凶手推到柜子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凶手的耳环掉到了柜子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居民说过，有目击者见到一男一女进了杜学栋的家，耳环可能属于那个女人的。
交给法政组进行化验。根据情报组的情报，阿威全名叫郭成威，他和母亲还有妹妹住在这座祖屋20楼的一个单位。你查过郭成威的出入境记录吗？查过了，没有他出境的记录，应该还在本地。我们有一起案件要你哥哥郭成威协助调查，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哥他很多天没有回家了，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们可以到他的房间看看吗？他的护照在这里啊。去世界大厦调查，看看有什么线索。Yes sir。我们是专门罪案处的警员，请问你的老板在吗？我不清楚。陆姐，外面有警察。两位警官有什么事吗？我们是专门罪案处的警员。魏警官，你看起来很面善，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吧？我们在调查一宗假信用卡的诈骗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哦，没问题，不如我们到里面去谈吧。请问你有见过这个人吗？他叫阿威，常来我们这里听歌，所以算是熟客，见到面会多聊几句的。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个星期前吧。通常他来这里是一个人还是跟朋友来？通常他一个人来，不过偶尔会带朋友来，但是他朋友我不认识。他有跟你聊过他的工作吗？他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通常我们聊的就是他喜欢听什么歌啦，喝什么酒的，其他的我都不知道。谢谢你的合作。我们想问问你的员工一些问题。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没什么印象，见过吧，可是不熟。好，谢谢。小姐，你是这里的员工吗？怎么是你啊？Sir，你们怎么会来这里的？我现在是这里的歌星。哦。请问你有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有点面善哎。我好像见过他几次，应该是这里的客人。他都是一个人来吗？对，他每一次都是一个人来，坐在酒吧台或者是那个角落。请你仔细想想，他跟你说过什么？有没有跟你提起关于他的事？他好像跟我们老板娘陆姐很熟。你为什么觉得他跟你老板娘很熟？因为我当歌星之前是在这里当 waitress 的，我见过他好几次喝酒都没有付钱，他说都是陆姐请他的。警察查阿威，他要这里来啊？是啊，没想到他们这么神通广大。来问话的，这是一个叫魏然镇的警察。对啊，就是上次来我们这里的那个警察。你跟他很熟啊？认识很多年了，这个人不简单。我什么都没说。只说阿威是我们这里的熟客，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只要他们找不到阿威，
警方就拿我们没办法的。阿威呢？我已经安排他偷渡出国了。我只是不想给警方盯上。明白。我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再做安排吧。你的亲生母亲罗美玲，后来正式改名为罗露露，现在是Wonderful酒廊的老板娘。对了，那天在阿威家找到了那张字条，背面写着时间、日期和地点，你有查到什么吗？我看了那天下午的闭路电视录影，发现阿威和杜学栋有碰面。有没有看到其他可疑的人？没有，他们都是各自一个人来的。这一次是杜学栋叫了个大信封给阿威，他们也没说话，拿了东西就各走各的。看来这对案情没什么帮助，我们还是集中精神，把目标锁定雕花厂的老板娘罗露露。那天我看到罗露露戴着一条项链，款式很独特，我发现跟利用假信用卡购买的货品当中的一条项链款式是一样的。我怀疑那条项链是赃物。我相信罗露露跟案件有关，她有可能是购买了赃物，也有可能是负责脱手赃物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罗露露的背景。Jimmy， 你怎么了？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我女儿最近常发烧，医生检查过后发现，她得了急性血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急性血癌治愈的几率也相当高。你也别太悲观了。如果你的骨髓不适合，还有我们，相信警队那么多人，愿意帮忙同事的人一定不少。谢谢你，你女儿一定会战胜病魔的。怎么那么早啊？早。今天是蓝天父亲的忌日，我们要去拜祭他。哦，这份是煮给我的。是啊。谢谢嫂子。早餐是我准备的，你干嘛谢谢他？不一样，他那份呢是24孝老公精心准备的，我这份随便多做的。我是托嫂子的福，当然谢谢你了啊，嫂子。吃你的早餐吧。你这早餐啊，是越做越有水准了。那你是不是想拜我为师啊？以后你可以亲自动手煮爱心早餐给红熙吃，他一定很开心的。对了，红熙几时过来？后天的班机。对了，我新家装修好了，打算过2天搬进去。不用这么急。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那么久了，白吃白喝了。等红熙来了，找一天好好去我家庆祝庆祝。好啊，我看到你跟你女儿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我真替你感到高兴。谢谢。我相信一切是无奈的纠缠，我知道你无法抵抗，终究逃避，独自孤单。一念之差，一心之间，人生路有不测变幻，黑白间的隔墙，要如何判断？一念之差，一心之间，对与错无绝对答案，尽快走出灰色阴暗，重新在我